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著名演员兰溪老师，欢迎；宋安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我们首先来认识这样一位年轻人，各位来了解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俩之前一直都挺好的，突然间他跟我就提出了分手，反正我就是不想分手。那你们谈恋爱1年多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结婚这个问题我还真就没想过，因为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也短，而且年龄也不是很大。至于结婚以后，慢慢再说吧。这是一个想拯救一段情感的年轻人。今天这对到这个现场来，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来，掌声有请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浩，28岁，来自辽宁夜场歌手；女嘉宾丹丹，28岁，来自黑龙江客服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了1年多恋爱了，对吧？对。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？因为我俩恋爱1年多了嘛，他一开始对我挺好的，他后来对我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淡了，而且也不为我俩的将来考虑。一开始挺好，后来又不好了，是很多情侣都会说到的一个问题。开始怎么对你好啊？就是我俩刚开始恋爱的时候，没事我俩一起，他老给我做饭、洗衣服，特别照顾我。有一次我俩一起从小区回家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我的脚就突然间崴，其实也不是崴了，我就是这么一说。完了，他听见二话没说，直接就把我背起来了，一直从小区门口一直背到我家楼上。当时他这个举动，你家住几楼啊？我家住5楼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兄弟。就是他这个举动让我特别感动，就觉得哎，这是我想要的男人。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对你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啊，对，特别的体贴。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呀？后来我俩时间长了嘛，他就开始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。又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特别累，我就顺嘴就说了，我说你去帮我打盆洗脚水。完他说我不去，我连我妈都没打过洗脚水，我为啥要给你打洗脚水？哎，我当时我听这话让我特别寒心。为什么寒心呢？那你说我俩正常要是结婚以后过日子，那老公给老婆打洗脚水不是很正常点事儿吗？哦，那倒是，那老婆要给老公打吗？那他没说呀，他要说我也会给他打呀。因为打洗脚水的时候，我要在家里面收拾我自己的一些上班需要的东西啊。那你自己有手有脚了，为什么老让我给你打洗脚水呀？而且再一个，我确实我连我妈我都没怎么给打洗脚水，你是我祖宗啊，我老给你打呀。以前打过吗？以前在我没有事儿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打啊，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可以做祖宗啊，有事儿的时候就不能当祖宗了，是这意思吧？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就因为他工作的原因，我俩就是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嘛。我就想找点事儿沟通一下我俩之间的感情。我就说咱俩一起看电影吧，答应的好好的。第2天呢，就给我打电话，就说他有事儿，让我找我闺蜜去看。那我就寻思，那电影票都买了，那就去吧。我先看完电影给他打个电话。这可好，我给他打电话不是他接的，他朋友接的，说他跟他朋友一起在他朋友家里头看球赛呢，给我气的呢。我自己回家我就寻思等他回来，我得好好质问质问他，好的跟他说的。这我等人没等回来，半夜给我发条消息说他喝酒喝多了不回来了。这事儿之前其实我和我朋友是提前1个星期都约好的事儿。然后他跟我说看电影，恰巧赶上1天了。但是，这个东西得有一个先来后到吧。你跟你闺蜜去看嘛，我朋友很少有时间能够在一起聚会啊。我2个人就在家里看会儿球。然后他说咱俩也别光看，喝点酒吧。挺长时间没聚了，我说行，我俩就喝了一点。他现在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一点都没说着为着我俩的将来考虑。他有爱好。就是没事儿爱看个球赛，1个月能看个1次到2次的，每次看球赛都得花个3、4千、4、5千块钱。因为毕竟得去外地嘛，吃喝住什么的。看现场是吧？对。他钱是放着我这儿归我管，但是他们开销啥的开支他都会管我要。那有一次他就又想去外地去看球，就跟我俩商量，让我微信给他转7000块钱。我当时我一下子我也没有那么多钱，而且他挣的工资都不够他看球的呢，都不够他花的呢。
完了我就说没有，等下次有机会再看呗，就不愿意了，就跟我俩就生气了，跟我俩就吵吵了。因为这次我要看的这场比赛特别的重要，4年才有一次的这么样的一个现场的机会，是中国国家队征战世界杯的一个预选赛。之前我每次到现场看国家队的比赛，只要我去了现场，比赛保准会赢。哎呀，如果这场比赛我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们得给中国足协打一报告啊，派你去，你要去了，国家队就赢了，你太神奇了。看来你很少看国家队的现场，一生也没去过那么1、2回吧？而且中国国家队的比赛，说句实话，确实也挺少的，啊，所以你就容忍他吧。关键是他在足球这方面，他花钱花的不少啊。他朋友买了件球衣，他也相中了，就回家跟我商量说要买。我说的这个球衣多少钱呢？他在那不吱声，他不吱声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开始追问他，我说到底多少钱？他告诉我将近1万块钱，我当时我就炸了，啥球衣呀，1万块钱？其实这件球衣，我朋友托了很多的关系才能帮忙买到。这件球衣应该是3500多块钱。3000块钱，3000多块钱，你管我要1万啊？我要1万，剩下的钱是因为还有一次我去看球，因为我兜里实在是没有钱了。我就管我朋友那拿了5000块钱，先管他借了5000块钱。我寻思这次要这个钱，把这钱直接就给他。对，你是报花账了，给了吗？我没给他。前段时间我俩一起吃饭，我就顺嘴说了一下，因为毕竟已经恋爱1年多了嘛，我就说什么时候找时间跟你父母坐下来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呢？他就不乐意了，咵一下就把筷子给我摔那儿了啊！天天叨叨这事儿，天天叨叨这事儿。我父母现在比较忙，我都说了过段时间领你们见面的呢。我当时我一听他这话，我就寻思他现在一点都没想着我的以后，他只是为他自己考虑，他从来不为我考虑。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，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因为夜场全国的夜场有很多，我要到处去跑。1年到头我回家的次数也有限，我能见到我爸妈的时间也是特别的有限。所以说我不是说不想带你去见他们，而是我这工作是实在是抽不开身。那咱俩都恋爱1年多了，现在还不跟父母见面，咱俩也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。我俩都28、29岁了啊。对，他现在既不跟我分手，也不领我见他父母，那咱俩这关系还处着有什么意思呢？你连一个未来都给不了我为啥还要跟你耗着呢？反正我是不想分手。那你不想分手能怎么着啊？我改还不行？我不信，他老说他改，都1年多了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所以我特好奇一件事儿啊，姑娘。听下来，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，虽然有争吵，但是也有美好的回忆，对吧？对。我怎么觉得好像你谈这场恋爱，就是如果不结婚就不谈，如果结婚才谈啊？那谈恋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？毕竟年龄那么大了，而且家里父母都催着。我28。大吗？快30的人。就是在你的这个理解里面，该要结婚了，是吧？对，在我的朋友同学堆里边，人都结婚生小孩，孩子都很大了。那你咋不早结呢？没碰见合适的。这个合适吗？不合适。不合适呢，还谈什么结婚呢？所以说过来跟他分手啊。所以面对这样一段情感，你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分析，好不好？先来跟丹丹说一下，所有的爱情，当最初的激情和内心的悸动慢慢变淡了的时候，都是会不一样。不光他会不一样，现场的每一位都会，你也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会变，最终所有的情感都会变成左手握着右手，浓度就是会降低，但是情感不会变浅。生活当中、爱情当中依然会有小小的惊喜和波澜，这就是真正的爱情，真正的未来的婚姻。所以首先我请你明确这一点。然后你提到的说他给你打洗脚水的这个事儿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给他打过洗脚水，哪怕1次？打过。几次？1次。1次啊，真的是1次。你应该说哪怕2次。对，好，小浩，你给他打过多少次洗脚水？不记得了。无数次。对，不是说每天都打，基本上1个月30天，能有将近20天都在给他打。频率这么高，你妈知道吗这个事儿？不知道。对。今天就知道了。对。所以我想说什么，他对你真的很好，但是人的好是相互的。每个月20次和一共这么长时间交往1年的1次，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。这个就像
一个人一直对一个人好，然后忽然间对他有那么一点点不好了，我们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就是你现在的这种心态。其实，在我们看来，打洗脚水是人情，不打是本分。第二，关于爱好，看球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男人就是应该有一个爱好，而且这个爱好充满了正能量。你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把握一个度，所有的爱好都要以自己经济前提可以负担得起的情况下。比如说，我每个月可以攒10%的钱来完成我的个人爱好，这是你要注意的。那我想跟丹丹说，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爱好，作为女人都应该去培养他一个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看球，他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力去再想其他的事情，而你要做的就是融入到他的爱好当中去，你跟他一起看啊。一次看球7000块钱，你们俩14000，他可能心疼就不去了，但是对着电视机一样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，然后两个人就会很有共同语言。哎呀，这又进球了，哎呀，臭脚，这就是生活。第三个，关于未来，我想问小浩，你一直不带他去看你的家长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家在辽宁抚顺，我平时生活在辽宁大连，而且我是为了他才去的哈尔滨，我是真的没时间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他今天来没有想跟你分手，你只要今天在场上说，下了节目我就回家带你见我爸妈，就跟你走了，明白吗？你要注意的就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对他像以前那么好，看球的时候少花点钱，克制一下，多些关心，给他一个名分，给他一个认证，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未来可能我会结婚，这就是他今天要的。一句话最后送给你们，就是一定要把握交往当中的这个过程和分寸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聊着聊着就淡了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就整场听下来，我会觉得就是，比如说女孩所看重的几件事情啊，男方所给予的回馈，在态度和语气上都有很大的问题。比如说去见父母的时候，你就会给他摔碗、摔筷子，其实对于女孩来讲，可能更加让她接受不了。就像左岩老师说的，其实女孩可能今天真的不是想跟你来分手，她是特别希望能跟你继续走下去。她可能对于你的更多的期待就是希望你可以多跟她聊聊未来，对未来哪怕你们的畅想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，但是这里面有你有他有你们，就是对于以后共同的设想，但是这些在她心里她现在都看不到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如果你们还可以继续，那么希望你们在沟通上多用一些好的态度和语气，比如说同样的一些话，但是你用不同的态度、不同的语气说出来，可能对方听到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我还是拿见父母这件事情来举例子，你可以说亲爱的，你说我真的是特别忙，其实我从心里很久以前就想要带你回家见父母，因为我自己都很久没有见过爸妈了。但是咱们可不可以对近期的安排做一个规划，然后看看有哪一天可能会这样。即使你做不到，对于女孩来讲，这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，总比你扔筷子扔碗再跟她说那些发泄的话要好得多。然后女孩我也想说，虽然说谈恋爱的目的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但并不是说如果今天男方说我们马上结婚，那么不管之前有多少问题，我们都还可以继续，那你这样的方向又完全是错的，你是从一条胡同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死胡同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就是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逻辑。好，谢谢蓝琪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。一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姑娘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叫取悦期，每个男人都会有，只要是这个男人主动追求的。这个取悦期呢，一般是几个月。在这个取悦期当中呢，因为这个男人是被神经递质所推动，所以他什么都能干。但是呢，取悦期一过，他就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。那你生气的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，就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现在对我一点都不好，就是变化差距太大了，对吧？
对，不是说不允许有变化，是变化差距太大。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？我们要把一种常态的浪漫变成定量的浪漫。以前是我每天来接你，以后我跟你商量一下，我1个礼拜来接你1天或2天行不？我以前天天给你打洗脚水，我以后1个礼拜给你打1次行不？还是回答不出来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就是我想让他给我打的时候，他就得给我打呀。啊，你想要打的时候多吗？挺多的。我挺想向着你的，但你这个态度就流露出一个问题，就一个姑娘对于未来、对于婚姻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畅想。她当初对你好的、对你做过的事情，不可能永远对你做下去。你要容忍和允许一个人往后退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一点都不允许的话，那你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。做人自己跟自己较劲，很容易孤独终老的。爱情就是你让我一点，我让你一点，最后我们形成一个你能接受以及我也能接受的一个相处模式。这到最后你们才有一个长治久安、长期生存下去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你这个态度我觉得挺有风险的，你现在这个态度要去见人家爹妈，我觉得人家爹妈不一定会让你进门啊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不是想泡脚，是想刷存在感，对吧？不是，就是特别累嘛，就是那我觉得打洗脚水也是很正常的事儿，而且也不用烧水。那为什么打洗脚水是很正常的事儿，你却只给他打过1次呢？将来你如果生个儿子，他老婆老要让他给他打洗脚水，你这个当妈的心里什么感受？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总是有女人说，一开始你对我好，现在你对我不好？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女人也有问题，因为你们太早的在一起生活了，所以2个人彼此之间还没有了解到那个程度，关系却已经更紧密了。那你想想，激情是不是更容易褪去？所以说，其实情感是3个阶段。第1个阶段是激情，因为彼此不了解吗？好奇吗？陌生吗？第2个阶段就是激情褪去，开始产生矛盾，彼此有一部分了解了，就是你们这个阶段。但为什么有些夫妻能够相伴到老？因为他们进入了第3个阶段，他们熬过了第2个阶段，那就是经过彻底的彼此了解之后，对对方的缺点可以包容，对对方的优点可以欣赏，彼此之间就形成了淡淡长情的夫妻关系。所以女生不要老是埋怨男人总是喜新厌旧，你们自己也不够矜持，那么早就生活在了一起，当男人的那些新鲜劲儿已经褪去之后，你还渴望他对于你天天打水洗脚吗？你说呢？其实我觉得你们俩特别有夫妻相，而对于男生来说，其实你不想跟他结婚，或者说至少现在我根本不想跟你结婚，你就实话实说，你不要想清楚吧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确实想再给自己多创造一些
拼搏奋斗的时间。我希望如果能等到我30岁以后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真心幸福的家庭。我也不会再去花那么多钱去外地看球赛，也不会花再多的钱去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。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有话跟他说吗？祝他幸福吧。也谢谢你的到来，谢谢，请回啊。哎，我特别的那个感慨啊，怎么都那么功利呀？谈个恋爱也好功利，结婚也好功利，什么东西都是带着条件往前走，好累，好像你身上背了很多东西。从恋爱的第一天想到的是，我能嫁给这个人吗？从来没有享受我先好好的谈恋爱。从谈婚论嫁的第一天开始讨论的是多少彩礼，有房吗？有车吗？家里有钱吗？父母还在不在呀？会不会折腾我呀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生活就太累了，也太没意思了。接下来是一对夫妻，他们在情感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困惑，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杨先生，43岁，来自银川，驾校教练；女嘉宾张女士，34岁，来自银川，会计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是我。来干什么呀？我跟他谈恋爱和刚结婚的时候，感觉他挺好的，人也稳重，就是挺会照顾人，性格也好。哦呦呦。但是自从就是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就变得不管家事儿了，可以说是没有一家之主的样子。哎，这不对哎，这是要求变了，我听他还稳重吗？稳重的也稳重的。那就是啊，所以这是要求变了，是说有了孩子之后，他这个爹或者这个老公做的不让你满意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还有就说是何家人不相信我，我觉得我跟他们家有矛盾的时候，他都不会站出来为我说话，我感觉他太懦弱了，没有男人的样子。就是懦弱是吧？对。所以今天希望来这儿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咱慢慢一点一点的说啊。怎么就不上心了？我在家的时候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才去干，也不干家务活。去年我不是兼了3家会计嘛，也特别忙，颈椎也不好。那回到家的时候特别累，就想坐在那儿就是躺会儿休息会儿。我让他把这家收拾一下，他还就在那儿各种的念叨。为啥不干家务？我上1天班吧也很累，再加上那个地吧，我感觉那个地干净着呢，没有必要老去打扫。我就觉得他老是没事给我找点事儿。那你这就是找借口呀。但凡就是有10次有1次他自己主动去干，我也不会那么去说他。是。这个孩子多大？孩子7岁了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姑娘觉得家里干净吗？主要就是他老捣蛋，把屋子弄得收拾。家里饭基本谁做呀？饭我们谁回来的早谁做。菜谁买呀？菜就在门口，谁回来的早谁带的。他还行啊，人家也做饭呀。那你说是我也上班完了？不是，咱们这么说，是他不做，还是让我要说了他才去做？是他不做，还是他做的没达到您要求他做的标准？是我说了他才去做的，就是不主动，对，啥事都要我说了，听明白了。然后就说是他不主动做家务不说，就说是我的事他也不放心上。就是那年我爸去世嘛，我们那边老家的习俗，作为女婿，他必须得去，但是他就没有去，惹得我们那边人说我闲话，我当时特别生气。哎，这个不应该啊！当时吧，我在上班，老丈人去世这个事情，确实特别突然，他们也是走得特别着急，就没有给我通知。我是晚上下了班回到家之后，我听我妈说，岳父去世了。那你就可以问呀，你可以就说是坐车过来呀。不是，
为什么没在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的老公呢？当时我爸也走得急，特别心情也特别悲痛的那种，也没给他说。但是那会儿我们婆婆也知道呀。所以现在我要问您的是，让老公去，是去抚慰帮助你，还是去给你撑面子去了？可以说既帮助。你不需要他帮助啊，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呀。当时我直接听到那个消息之后，我们不是在宁夏了嘛，然后我爸在甘肃那块去世嘛，当时脑子就是一片空白，特别伤心。那我们婆婆也知道，她也可以问着，可以让她过来呀，她就是没过来。行，第一时间没通知你，后来为什么不去呢？回家不也知道了吗？那个地方我只去过一次，到哪找车这个也是不太知道，都忘记了。那他这就是借口，他就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。那您没打个电话问一下吗？记不住呀。给他打电话问一下。不能每去一站都要去再打电话去问。不是，那您没在地图上搜一下吗？这不都行吗？现在智能这么发达了。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。对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我害怕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可能我心里没底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行，听明白了啊。就是。但是对您来说，就是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关注我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心里很难受。行，咱们放在这儿，一会儿老师帮你们分析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说是，你看我们每年过节回老家嘛，家里那个客人他都不知道打声招呼，他就在那抱着手机玩，一家之主就没一点一家之主的样子。推翻了他，你做。但是他是男人呀。没关系。搞得就是当时我就特别没面子，之后，然后我们亲戚的人就带着我们侄女啊侄子带着过来，我说带过来之后，你要不就是你不跟他们聊天，你就带孩子出去玩吧，把孩子看好就行了。结果呢，我们大人就是在家里聊完天之后出去看的时候，孩子也不见了，跑到外面走了。看孩子还能看丢了？疏忽了。他当时就玩手机，他就是玩手机。男人都爱好玩手机，谁告诉你男人都爱好玩个手机的？那是男孩儿，兄弟。他玩手机，这竟然孩子丢了，然后就是落到他的亲戚跟前，就是印象特别不好。哦，这后来找回来了吗？孩子是找回来了，但你说大过年的出个啥差错，谁负责呀？是，你老公应该是特老实的一个人吧？老实到不说话。他在单位里面，用一个社会词来说，混得怎么样？混得很一般吧。可以这么说吧，他也没有上进心那种啊。在家他驾校工资也不高，你还在那坚持啥去了？那不就混日子了吗？主要是那边我都干了10多年了，在那一个驾校。行，所以这个依恋之情还是有一点的。行，那你对未来有打算吗？虽然跟这个驾校很有感情，我就想再坚持几个月，看他如果好转了的话，我们就再。如果不好转呢？如果不好转，我们再。找着换一换环境啊！你估计现在就得换了啊！这个妻子抱怨是对的啊，考虑的不周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孩子的生活还有学习都是我来管。有一次晚上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说是孩子的作业你给辅导一下，他结果了，坐在旁边他戴着耳机打游戏，孩子也在旁边看他打游戏了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玩了行不？他说好，答应的好的很。完了之后他竟然还在那玩。我当时特别气愤，我直接冲着过去把手机给砸了腿了。我就是你没有一点做父亲的样子。是你干的不？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不对。哎，这就算了，我们还是最主要的矛盾，其实就是房子的事儿。房子怎么了？当时结婚的时候，就我们现在住的那房子，说是他的婚房啊。我们结完婚之后，那房子竟然在他大姐的名下。就是他姐。我觉得他们就欺骗我了。哦。这个房子呢，是我父母就是买来给我做婚房用的啊。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要单位出一个证明，我当时就没有单位嘛啊，所以就用我大姐的名义去买的这个房子啊。但是你说是他的婚房之后，我就跟我们婆婆说了，我说既然是我们的婚房，为啥就说是不过户到他名下了？我就问了多少回啊，结果婆婆呢就说是你就先等等。有一次实在等不住了，我让我们婆婆把我们大姐也叫到我们家了，我就说是这房子的事，我们大姐就给我明确说了，要么你再等等，要么等孩子过到18岁之后过户到孩子名下。我当时听完我就心里面既委屈又生气，我说你们家人就是不相信我，就是防着我。好，我问你一下啊，就此你们有没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言之隐倒是没有，主要就是这个房子跟家里这边还是缺少了沟通了。
为什么你的大姐说这个房子要等到孩子18岁之后再过户过来呢？这个考虑可能是也有她的一些原因。她的考虑是，她就是不相信我。主要还是我们缺少沟通，跟我们大姐缺少。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对于你老公的一些过往的背景，你了解吗？也不是太了解，因为我是甘肃人啊，到宁夏了之后上班，我们亲戚介绍认识的。啊，那你嫁给他之前了解这个男人过去的历史吗？好，我们亲戚三言两语也说了，他是结过几次婚，两人好像对了没多1年左右吧，我也不是太了解对他。好，就你曾经有过一段婚史。对，他是结婚没几天之后就不见了嘛，等了3年以后法院才判的。结婚的时候有给对方彩礼吗？给了，就待了几天就走了，是吧？对。我们面前看到这个男人，你承认他老实巴交吧？承认。不是说表面上面是这样，这个窝窝囊囊，但是心里面都是坏水吧？不是。这是他的本性，就是你说他的本性很老实，对吧？对。妻子最在意的实际是这套房子到底归属于谁，对吧？对。因为从法律上面来说，虽然是父母出的钱，但是写在了大姑姐的名下，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就是你姐姐的。对吧？你肯定是担心，别到时候哪天姐姐不愿意了，我们居无定所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可是大姐为什么说了一句话，说要等到他们的孩子18岁，才把这个房子过户呢？也就是说，你们家人对你的第一段婚姻，实际是担了心了，对吧？害怕第2次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是这意思吧？可能也应该有这个考虑。有啊，你也没跟他们聊过。是吧？所以我就说缺少沟通了啊！你就过你自己的小日子，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他们家的主体矛盾了，由此就导致出了妻子现在对丈夫也好，对婆婆也好，一系列的不满，觉得生活很累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了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和怎么办？我们看看老师们有什么好的建议。爱情使人忘记时间，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。我相信你们在最开始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，也是有爱的。对，其实你一开始认识他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、很木讷的男人。对，那为什么还选择嫁给他呢？当时也就看上他的老实，会过日子吧。但今天您站在这儿抱怨的，也是他的老实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仅老实，而且胆小，自己一个人不敢出远门啊。对，怕丢了。然后呢？怕失业，怕自己再一次到社会上去找不到工作，怕老婆跑了吧？也有这个担心。所以在生活上也怕，而整场的对话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到您很强势，他就是很弱的那一方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他都说这个事儿是我不对，那个事儿是我错了。我相信这也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循环。对，但您自己选的呀。当年您不就是看上他老实吗？看上他忠诚吗？其实，你往好的方面想，他还挺听话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但我也想，做一个小女人呀。您做不了嘞，你俩往那儿一站，就注定他是小男人，您是大女人。至于你所抱怨的那些问题，什么不管孩子呀，公婆之间的矛盾啊，不做家务啊，在我看来零零碎碎，无非就是因为第一，他现在不能往家里赚钱了；第二，房子没写在你们名下了，就这2个事儿。对，如果没有。老师，
大姐，你觉得在你每次强调让他去扫地呀、拖地的时候，你累吗？我累呀，我上班完了之后挺累的。我说让他去啊，那你每天上班那么累，回来以后还要再督促大哥去干这些家务活，然后他还坐在那里不动，对吧？然后你就会特别闹心。对，所以我建议您放一放。家里脏一点、乱一点，你就只当睁只眼闭只眼看不见，没有太大关系。这些事情在你们的婚姻生活中不算是什么大事儿。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，可以适当的让自己在生活中尽量的去柔弱一点，不要太咄咄逼人，不要太强势。我现在庆幸你们生的是个女儿。如果生的是个儿子的话，妈妈太强势，其实对孩子的性格上都会有很多不好的影响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您可以尽量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整。好的。刚才听下来，我觉得有几点啊，就是跟大哥说的，我觉得确实是特别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你对孩子是真的很不上心。比如说亲戚家的孩子来串门，你也可以自己玩手机，而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辅导自己的女儿写作业，你也可以直接戴着耳机在她旁边打游戏。从父母的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一点上是很不可取的。还有就是，大姐希望在跟家庭亲戚的沟通方面，您可以没有太多的话来鼓励她，但是她可以希望那个时候你成为她的依靠，哪怕就是什么话都不说。比如说在沟通房子的事情上，你就默默地站在她的后面，你就拉着她的手，你用你的行动告诉她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去努力，去跟大姐沟通，去和家人沟通。我觉得这对于大姐来说可能都是一份很大的安慰。你也不要太着急，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大哥也需要一些时间。那么关于工作这一块，确实像左岩老师刚才说的，大哥你需要尽快的做出改变，因为这个关于到家庭未来生活的一些开支啊，就是孩子的以后一些选择上都需要这些是作为很好的支撑，所以大哥不可以再继续的这样下去。所以最后还是祝福大哥大姐幸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兰溪老师。其实这件事情还是那个巨婴的现象。巨婴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巨大的婴儿，虽然年纪很大了，但你心理上面你还是个婴儿。为什么你心理上面还是个婴儿？因为你妈你姐姐太强势了，把你管得太好了。你都43岁了，他们还要怕你受到伤害，还要怕你的财产被人骗走。你女儿都7岁了，可能你在他们心目中，你的心理年龄连一个7岁的孩子都还不如。然后结果像你这样的人，你还偏偏喜欢去找一个跟妈一样的。你是不是比着妈的模子找的老婆？她是不是跟你妈很像？不像。那跟你姐姐像不像？跟我姐姐倒是有点像。你现在这种性格造成，就是你那个大家族里面对你长期的压制、长期的管理、长期的不放手，导致了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导致了你没有责任心，从小到大缺乏一个叫责任教育。我不认为什么非要男主外女主内，我觉得女主外男主内也行。但问题在于一点，就是女主外了，男什么都不主，那也不成，是吧？你总得主点什么吧？生活就是有那么多纠结的地方的，生活就是有那么大压力的。现在你自己有家了，不是在你姐姐和你妈的呵护之下，你已经从那个鸟巢里面飞出来了。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，也不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，但是请你给我扛起生活应该给你的一部分责任，这才叫男人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你说你想做小女人是吗？有些女人注定这辈子是做不了小女人，因为她生来强势，她没有做小女人的资质。不是说你找不到一个比自己更强的男人，而是你生来强势，所以你就要知道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也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老实的男人，他真老实吗？他偷奸夺揽哪样不会？现在老实是因为无能。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在婚姻当中，每个人都应该自知并且知人。自知所指的是要有自尊，没有能力，我得努力。
同时得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强不强，不强就认怂，别人强就听别人的。第三，还要知耻，要知道羞耻，要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对，是应该愧疚的。比如说对方的父亲走了，你没去，你就应该知羞耻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就不要去找理由。所以当你对自己非常清楚，我不行我就努力，别人对我就听话，别人做得好对我好我就感恩。那么第二点，知人就是要知道好歹。人这一辈子也许最愚蠢的就是活了一辈子不知道谁爱自己，自己爱谁，分不清楚朋友和敌人，不知道好赖。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对你好，就忍一点，就受一点脾气，就多说点好话。谁让自己无能呢？谁让自己没用呢？对不对？我不行，我嘴就甜一点。人都是要平衡的，别人做的多，我就讨他一点欢心，对不对？我即便是不会做家务，我装模作样，我让他心里舒服一点。你也是一样的，知道自己强势，就别妄想做什么小女人。同时知道自己脾气不好，知道别人相对本分，就不要老去欺负别人。同时你也要分得清好歹。这个男人固然有他显而易见的缺点，但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，该夸夸，该说说。自知和知人是平衡自己内心的最好的两种方式，好不好？好。别的就不多说了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在有限的情况之下，利用他的优点，扬长而避短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我记得我在问他为什么不去你父亲的这个葬礼的时候，或者送你父亲最后一程的时候，我跟你有过一个纠结和纠缠。其实呢，我只是想让你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心里面真的依赖和依靠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出现了巨大的悲伤情绪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你依赖的那个人。这其他的事儿都不讲了，接下来的事当然你们自己去解决了。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的还是不够好，还希望你多谅解。我会放下手机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多陪陪你和孩子。家里的家务呢，我会尽量的去多做一些。工作的事情嘛，就是能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话，我会考虑去换一下。房子的事情，我会主动跟老大提出来，尽快的协商好。我希望你说到能做到，能撑起这个家，就说是少让我承担一些就行了。好了，请亮灯吧，啊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了，请亮灯吧，啊！来，这个给你们礼物啊，拿好礼物，好好过日子啊！哎，你为啥不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呢？非让他把头往你的肩膀上搭呢？所以这没办法了，你也让回家做主吧。啊，你们家一家之主就是你了，行吧，兄弟？行。啊，完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行。啊，好好做主啊！领导不好当。在爱里等着你，
我刚才站那儿就听现场的观众说每家都有这种事儿，其实家庭的模式都是一样的。这一样是什么？就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总有一个人可能更多的要挑起家里的一些责任来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现在带着2岁的孩子，我老公刷爆了我的信用卡，而且负债30多万。他现在精神萎靡，工作也不用心，生孩子的钱都是找父母借的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首先，你应该弄清楚，丈夫现在这样的懒散态度，到底是因为生性懒惰，还是后天因事受挫？如果是生性懒惰的话，那我想，一个2岁的孩子，他都没有唤醒他的良知的话，他没有资格做父亲。如果是因事受挫的话，我觉得您现在急需找一位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疏导。最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